蒙面财经，朋友们好。那今天呢，跟大家聊两部分的内容。第一部分呢，我们聊一下11黄金周期间这个旅游消费的情况，我们盘点一下。第二部分呢，我们来聊一下11黄金周期间房地产市场的一个情况。好，我们先来看旅游。那旅游这块呢，这个国庆长假期间共接待游客6.37亿人次同比恢复呢79%。那实现的旅游收入呢是4665亿，同比恢复呢69.9%。那官方呢，它用了一个用词叫同比恢复但实际上呢，它就是同比下降，对吧？好，接着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11黄金周2017年到2020年期间这4年间国内游客数量的一个统计我们跟之前往年做一个比较。那可以看到呢，在2017年的旅游人次是7.05亿，2018年的7.26亿，2019年呢7.82亿到2020年呢，这个有一个剧烈的下滑，6.37亿。那同比实际上是下滑了21%的。那我们再来看一下2017年到2020年11黄金周的旅游收入的统计那可以看到，同样是2019年的旅游收入是一个高峰，达到了6497亿那2020年呢下降到了4665亿同比下滑了31%所以说这个跟往年进行一个数据上的对比呢，会更清晰、更明了一目了然。可以看到2020年的11黄金周的成色可能确实表现并不如人意。那这里面呢，我们还要考虑到2个因素。那第一个因素呢，就是因为疫情的原因，很多人憋在家里很久了，对吧？这个希望11黄金周呢能出去好好玩一玩所以这里面呢有一个积累的这个消费的欲望。那第二部分呢，我们还要考虑到很多人往年在11的时候呢都选择出国游他不见得在国内游。那这一次因为疫情的原因呢，他也没有办法出国游了，所以说这一部分呢也是国内旅游的一个增量吧。那即使是考虑到这2部分的增量结合在一起，那11的黄金周的数据还是比较差的所以我们可见国内整个旅游消费呢还是比较孱弱的居民老百姓手里面要么是没有钱要么就是消费的欲望不足或者消费的动力不足。好，这个是呢给大家盘点一下11黄金周期间的一个消费的情况。好，第二部分我们就看一下11黄金周期间的这个房地产的一个概况。那11期间呢，央视财经他做了一个报道记者的一个报道，他说2字头的房源重现半数的新楼盘打折。那在北京呢，其实在各个郊区在已经很长时间没有2字头，就是2万出头的这个楼盘了，基本呢都在3万以上2字头的楼盘可以说是非常的稀少。那现在呢这个央视财经报道2字头的这个房源呢又重新出现就是2万打头的2万多的又出现了。那这个目前的北京在售新房项目呢已经超过50个其中呢至少25个项目都在国庆期间推出了打折房源折扣呢最低可以达到7-8折这是央视财经的一个报道。那数据显示呢，他说今年1到8月份北京新房市场成交面积同比下降了18%，截止到8月底，北京商品房住宅库存为1096万平方米，销售去化周期大约为22个月市场竞争激烈这是11期间央视财经的一个报道说明整个北京楼市呢比较低迷成交量的下滑，包括价格的下跌，包括打折都出现了。那其实这个呢也不奇怪，因为我们在9月10月的时候9月份的时候，我们就已经看到了新闻媒体上报道这个京津冀一带房地产市场的一个低迷包括天津包括这个河南这个整个的华北大地吧，整个这个房地产开始走入低迷的一个情况我们9月份已经有所见10月份的这个黄金周的这个情况呢，更加印证了整个北方市场京津冀市场的这种孱弱。好，接着呢，我们再看一下贝壳研究院的一个数据它统计的呢是18个城市这18个城市呢比较有代表性，有1线城市、2线城市也有3线城市。它统计的是今年这个数据呢，就9月份二手房市场呢比8月份的成交是下降了14%。那国庆节第1周市场呢比9月份继续降温其实为什么就是我这里面没有拿这个同比的数据去比较呢因为今年跟往年有一个巨大的不同，就是因为疫情的原因导致房地产销售的这个热潮，房地产销售的高峰比往年呢延迟了1个季度或者说延迟了2个月。所以你要是同比看呢，数据还是非常好的都是同比增长10%、20%不管是价格还是这个数量。但是因为这个疫情的原因导致了一个错峰，对吧？这个比往年周期晚了，所以我们就不做同比数据的比较了我们就环比的去看一下。所以可以看到9月份的市场呢，明显是比8月份要低迷一些要销售的这个
情况呢要弱一些。然后我们再看一个数据，就是它18城啊，这个18个城市，它也统计了，就是这有13个城市啊，成交均价呢是比9月份有所下跌的啊。大家可以看这个图，它这个18个城市里面，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跌幅最大的环比9月份是西安市啊，接着是杭州、济南啊。大部分城市呢环比9月份价格都下跌啊，但是也有这么5个城市啊，4、5个城市环比价格呢是上升的啊，所以我们做一个环比的比较。其实这个在房地产市场的人啊，如果你密切跟踪，你可以有感受，在9月份的市场呢，明显开始啊慢慢开始走弱了，或者说没有7、8月份那么强劲了啊。那到了11呢，其实它也是一个惯性的延续。那这个呢，跟我们国家的这个货币放水的这个节奏也有关系。其实从去年、从前年啊，从去年我们都能感受到，在央行2月份、3月份啊，就是1季度放水以后呢，一般到2季度呢是一个房地产销售的高峰。那今年呢，因为这个放水效应也延后了，因为疫情的原因啊，所以说这个房地产销售的高峰呢延续到了3季度啊，尤其是7月、8月，所以到了9月、10月呢，它开始转弱。所以说我们这个中国房地产销售的节奏呢，跟央行的放水的节奏呢是息息相关的啊，基本是比它就是延后1个季度啊开始显现这个效应。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重点10城啊，就是这个诸葛找房数据研究中心呢，它是重点10城历年黄金周新房日均销售面积的一个走势啊。我们同样是跟就是15年以后啊，就是过去几年进行一个比较。大家可以看到啊，在2015年的时候，日均销售面积是11.08万平米，对吧？然后2016年是一个高峰啊，当时大家我不说也知道，这个经历了涨价去库存啊，房地产狂飙突进，所以16年的黄金周呢，毫无疑问是一个高峰中的高峰啊，日均成交达到了18.92万平米。后面呢几年的黄金周呢啊，都是一路的回落。那到了今年2020年。这个黄金周呢，日均的成交面积啊，可以看到已经回落到了9.11万平米啊，同比2019年下降了11.1%啊。然后这个数据呢，也是2015年以来啊国庆黄金周的最低值。好，接着呢，我们再看一下就是租金的情况啊。为什么我比较喜欢关租金的情况呢？因为租金的情况它最代表最跟民生相关，最代表广大的这个就业群体的他们的这个消费水平跟他们的消费的是息息相关的啊，所以租金跟就业啊它是挂钩非常紧密的，所以租金呢我也比较关注。那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租金的水平，在2016年到2020年11黄金周期间的一个租金的走势水平啊，大家可以看到，从这个2016年的黄金周时候的每天啊，就是每平米这个。每天的价格是60元，每月每平米60元啊，一路滑到了这个2020年黄金周的大概只有40多元啊，就是这个租金的水平，大家可以看到也是一路在下跌的。那今年呢也达到一个最低水平啊，那环比的下降是3.0%啊，同比下降呢5.5%啊，这个租金呢这个不管是环比还是同比，它都是下降的。其实租金的下降个3%、5%，就算是已经比较大的幅度了啊，因为租金本身它这个金额绝对额也不高。接着我们再看一下这个贝壳研究院它统计的就是重点18个城市的平均月租金的走势啊，可以看到也是一路下滑，对吧？除了这个季节性因素啊，在1、2月份的时候，这个季节性因素啊，它会往上弹一下，整个的趋势呢还是环比的一个下降的一个走势啊，就是持续下降的一个走势。好，最后呢，我们再看一张图，就是贝壳研究院的啊，还是贝壳研究院它统计的全国重点18个城市啊11黄金周的这个房屋租赁市场的一个成交情况。那可以看到，这个11黄金周租赁市场成交量环比下降30%，平均是下降30.9%。然后有些城市呢下降的幅度非常大啊，你比如说这个武汉啊、上海啊。南京这个租赁市场的环比下降在40%的30-40%的水平啊，非常大。好，这是11黄金周期间房地产市场的一个概况啊。整体看到呢，就是2个规律吧，一个就是相比9月啊，这个持续在走弱啊。第二个呢，就是不管是租赁市场还是这个住宅市场啊，都在同步的走弱啊，尤其是要高度关注的是租赁市场的走弱。好，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看一下有一个叫丁祖玉平楼市，他调查了12578组家庭啊，对他们的收入
购房计划进行调查。那丁祖昱呢，他也是易居中国的执行总裁啊，他本身呢也有一个丁祖昱评楼市的一个地产的一个媒体啊，他是号称以数据见长去分析和评价楼市的。那我们看一下他这个调查的这个情况啊，他对1,257,12578组家庭呢进行调查。那调查的结果呢，他这个调查的分布还是比较科学的啊，我看了一下，就是包括年龄的分布啊，比如说25岁到35岁的人群占比达到65.1%。还有这个城市的分布啊，1线、2线、3线、4线啊都有啊。整个的调查相对来说啊，我觉得还是比较科学的。那它这个调查显示呢，首先第一个就是收入啊，收入的变化，这个收入减少的家庭比例啊，达到了90%啊。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具体的细分啊，这个图，大家可以看这个收入减少10%到30%的家庭达到了38.75%，然后收入减少30%到50%的家庭呢有26.54%啊。然后收入减少10%的家庭是15.59%啊，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将近90%的家庭啊，它这个收入啊都有所减少啊，只不过或多或少。然后第二部分呢，它就是也询问了这个关于购房计划的变化啊，大家可以看到有43.98%的人呢，他购房有变化，就是原来打算购房呢，他变为准备再观望一段时间啊。那这个呢，可能就是跟他收入的不足啊，或者收入的下降有关系啊，他的购房的这种预期和信心呢变弱了。那第二部分呢，就是24.78%的人他是没有变化的，就是暂时不考虑购房的啊，就一开始就不考虑购房的。然后第三呢，就是无变化啊，就是这个仍有考虑购房，就是18.47%的人啊。接下来后面呢还有两类啊，大家也可以看一看啊。总体来讲就是说有将近你把这个43.98%加上24.87%啊，这就是68%的人将近啊，他是暂时就不考虑购房了，或者说是准备再观望一段时间。那这个群体已经非常高了，这个比例。好，第三个呢，他还统计了一下，就是为什么不准备购房了就是延迟购房的原因。那排名前2位的就是一个是贷款压力太大，这个占到了52.61%的人。第二个呢，它就是房价太高买不起啊，这个有50.82%的人啊。所以从这2个原因，我们也可以看到啊，这个房价过高，这个贷款压力太重啊，包括居民收入信心的不足，导致了整个这个房地产的这个延缓，或者房地产的这个趋势的走弱啊，这息息相关的跟人们的收入。好，最后呢，我们再总结一下给大家。那今天呢，给大家讲的就是3部分的内容吧。就第一部分就分析了一下11黄金周期间的一个旅游消费的情况啊，我们可以看到消费呢还是比较弱的啊，即使考虑到疫情的这个积压因素和这个无法出国旅游的那批人的消费啊，还是数据非常差。那第二部分呢，就给大家分析了一下11黄金周期间房地产市场的一个概况啊，主要是讲了这个央视财经的那个报道啊，这个北京地区的这个楼市也是比较低迷的。那第3部分呢，就是给大家看了一个调查访问的问卷啊，因为这个调查访问问卷呢，我觉得它的还是比较综合的，而且这个丁祖昱这个媒体呢还是有一定的可靠性或者可信度的啊，所以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数据的分布啊，我们发现这个收入下降的家庭的比例非常高啊，多达90%啊，那我也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大家有同样的感受呢啊，今年的收入有没有下降呢？今年的这个公司的裁员情况怎么样呢？或者今年公司的业务好不好做呢？好了，今天的分享呢就到这里啊，感谢大家的观看，我们下期再见。